50岁一过，腿发软，肌肉松垮，天天豆腐鸡蛋蛋白粉，越补越没力气。菜市场3样平价食材，100元成本温脾长肉，7天循环吃法搭配3大致命禁忌，守住阳气，推脚硬朗不摔跤。大家有空多往公园、菜市场走走，多留心身边上了年纪的长辈，也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体，是不是一过50、60岁，2条腿一天比一天沉重。年轻时候爬5层公寓，一口气上去，呼吸平稳，半点不喘。现在仅仅走到2楼，膝盖发酸发软，大腿肌肉不停发抖，非得紧紧攥住栏杆歇上许久才能缓过来。伸手捏一捏自己大腿上的肉，年轻的时候紧实硬挺，像一块硬石头，如今松松垮垮，走起路来左右晃动，跟装了水的布袋没有两样。出门走路脚步虚浮发飘，没人搀扶的时候，时不时莫名腿软，稍有不注意就摔倒磕碰。绝大多数人碰到这种情况，第一反应都是慌张，家里晚辈连忙带着长辈赶往医院检查。西医安排全套仪器扫描、抽血化验，医生推一推眼镜，严肃告知长辈，这是肌少症，体内肌肉大量流失，蛋白质摄入不足，回家之后多补充蛋白，多冲泡高蛋白营养粉，日常多吃水煮鸡蛋、清淡豆腐，饮食少油少肉，保持清淡。不少长辈把西医这套叮嘱当成金科玉律，回家之后彻底忌口红肉、五肉、猪脚，一点都不敢碰，整日害怕3高，胆固醇超标。每日早餐1碗白粥，搭配2块白豆腐，清汤1盘青菜，再吃下1颗水煮鸡蛋。下午儿女孝顺买来几千块1罐的进口高蛋白粉，按时冲泡1杯喝下。所有人都以为这样清淡低脂的吃法就是养生，以为坚持补充蛋白质，身上流失的肌肉就能慢慢长回来。今天我把实话摊开跟诸位讲，这么吃完全是本末倒置，违背天地阴阳，丢掉老祖宗流传千年的养生道理。长期坚持这种吃法，肌肉只会流失得更快，双腿愈发软弱无力，这不叫调养身体，而是日复一日掏空五脏器械，把自身脾胃彻底耗损衰败。不少人心里会产生疑问，豆腐、鸡蛋明明是供人优质蛋白，高蛋白粉更是浓缩营养精华，长期食用怎么会浑身无力？根源就在于西医看待人体的思路片面又死板，只看得见物理成分、化学数值，把活生生的人体当成冰冷无生机的机器。他们在实验室里测算1块豆腐、1颗鸡蛋分别含有多少克蛋白质，就主观判定，只要把这些蛋白质吃进肠胃，就能自动转化成4肢的肌肉。天底下哪有这么简单的道理？如果单纯摄入蛋白质就能长出肌肉，牛皮、猪毛蛋白质含量极高，普通人根本无法下咽，肠胃更没有能力消化吸收。中医看待人体，讲究气血、阴阳、脾胃运化。黄帝内经白纸黑字写下4个字：脾主肌肉。一个人肌肉紧实、推脚有力，从来不是看每日吃下多少克蛋白质，核心取决于脾胃运化能力强弱。脾胃能把入口的食物完全消化，转化成充足气血，输送到4肢骨骼，肌肉才能饱满强壮。咱们拆开长辈追捧的清淡饮食，逐一讲清内里隐患。先说豆腐，原材料是黄豆，黄豆本身药性偏寒凉。年过60、70岁的老人，体内阳气持续衰减，脾胃之火本就微弱，脾胃如同快要熄灭的小火炉，每日3餐持续进食寒凉白豆腐，搭配性凉的白粥，等同于往奄奄一息的炉火上不停浇冷水，脾阳一点点被消耗殆尽，脾胃内部寒凉凝滞，完全没有动力运化摄入的食物。吃下的豆腐无法转化成滋养身体的养分，全部堆积在肠胃，形成中医所说的痰湿。这就是很多长辈常年吃清淡素食，肚子反倒越来越鼓，舌苔厚重发白，整日头脑昏沉，手脚常年冰凉的根本原因，一身痰湿淤堵体内。西医察觉不到痰湿的存在，只会反复叮嘱继续清淡饮食，形成恶性循环，身体一日比一日虚弱。再聊水煮鸡蛋，
鸡蛋本身是滋补好物，但水煮做法，蛋黄质地干硬，脾胃虚弱的老人吃下之后，像吞下一块硬石头堵在胃部，胀气、积食持续不断。肠胃消化一颗水煮蛋，就要耗损大量自身元气，连消化都费劲，又怎么指望鸡蛋养分滋养肌肉，完全是缘木求鱼。还有动辄几千元一罐的高蛋白营养粉，全部依靠人工萃取，深度精致加工，完全脱离食材本身自带的天地生气。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，养生饮食要吃完整天然，承载四季阴阳之气的原生食材，这种毫无生机的粉末冲泡饮用，即便标注营养数值再高，在中医视角里也是伤身之物。脾胃消化这种高度浓缩的人工粉末负担极重，很多常被长期饮用之后频繁便秘、口干上火，复查肾脏指标出现异常，身体无法吸收的多余蛋白全部转化成代谢废物，体内毒素，加重肝脏、肾脏排毒压力，花高价购买营养品，反倒给自己身体增添负担，纯粹花钱找罪受。身边随处可见真实案例佐证这套错误饮食的危害。隔壁李娜妈常年跟随网络养生博主，每日青菜配豆腐，从不碰肉类。前段时间在家浴室滑倒，大腿严重骨折，卧床动弹不得，日常起居全靠家人照料。对面陈大伯坚持每日冲泡进口高蛋白粉补充营养，上月体检抽血，肾功能指标全线亮红灯。这些遭遇从来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养生认知从根源上出现偏差。西医抛出肌少症的名词，让长辈心生恐慌，主动掏钱购买高价保健品，却从来不点明核心症结。多数老人肌肉流失、推脚无力，根源是脾胃虚寒，摄入的各类蛋白质根本无法被身体转化吸收。不要再盲目迷信食品包装上冰冷的营养数据，精加工营养粉末，想要养好脾胃、肠胃流失的肌肉，完全不需要大额开销。老祖宗早已留下平价养生良方，菜市场随处可见的食材，花费不到100元，遵循中医健脾祛湿、调和气血的思路烹饪，滋养肌肉的效果远超几千元一罐的营养补品100倍1000倍。不少长辈心里疑惑，白粥豆腐、水煮蛋、蛋白粉全都不能长期吃，脾胃虚弱、双腿无力的老人到底该吃什么？双腿还有恢复力气的机会吗？答案必然是有，方法简单易行，只要吃对食材、吃对做法。今天就把市面上保健品商家刻意隐瞒的黄金食补食材分享给诸位。很多听众听完这番话心里不服，营养学专家拿着计算器精准测算每日蛋白摄入量，只要吃够60克蛋白，怎么可能没有调养效果？这正是西医养生最大的短板，把人体内部运转简化成试管化学反应，养生等同于简单的数字加减，完全不懂阴阳气化的道理。中医调养核心看脾胃功能，看体内气血运转。《黄帝内经》早已点明脾主肌肉的核心道理，脾胃五行属土，大地孕育滋养万物，身上的肌肉就好比泥土里生长的草木，如果土壤冰冷贫瘠、结块淤堵，即便持续撒下价格昂贵的肥料，草木也无法扎根吸收养分，自然尝试衰败。多余肥料堆积土壤腐烂发臭，最后直接损伤草木根系。西医营养学从来不关注脾胃这块土壤是否虚寒淤堵，只会一味让人大量补充蛋白质，这种养生方式完全违背人体规律。我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大白话打比方，胃补好比煮饭的砂锅，脾就是砂锅底下燃烧的柴火，也就是中医常说的脾阳。年轻的时候体内阳气充足，柴火旺盛，哪怕吃下大量肉食，脾胃也能快速腐熟消化，转化成气血输送全身，四肢肌肉紧实有力量。等到年纪步入50、60、70岁，锅底柴火只剩微弱火苗，这个时候每日持续摄入寒凉豆腐、冷式水煮蛋，甚至听信偏方晨起冰牛奶搭配蛋白粉，等同于不断往微弱火苗上倾倒冰水，脾阳彻底熄灭。脾胃失去运化之火，
施下的各类优质蛋白无法腐熟分解，堆积肠胃发酵发酸，腐败淤堵。西医仪器无法检测出体内痰湿，中医一眼就能分辨。长期清淡饮食，大量补充蛋白的肠背肌肉没有恢复，腹部赘肉越来越厚，这不是单纯发烫，是痰湿代谢垃圾堆积腹腔。晨起口腔黏腻发苦，舌苔厚重发白，即便睡足8小时，浑身沉重疲惫，双腿像灌满铅块难以抬起。西医诊断为肌少症，判定肌肉量不足，实际真相是一身痰湿向下淤积，拖累下肢，行动自然发软气喘。早年我在佛罗里达坐诊，接诊过大量同类病患。一位台湾移民老太太由营养学博士儿子推着轮椅进店就诊，他儿子十分固执，严格管控母亲每日蛋白质摄入量，3餐搭配有机豆腐、深海鱼油、信口乳清蛋白粉，各项营养数值全部达标，可老人肌少症持续加重，完全无法自主站立行走。我观察老人面色惨白暗沉，嘴唇发乌，脉象沉细无力，舌苔水滑厚腻，当场直言他儿子这种饮食方案是在损伤老人身体。年轻人依旧不服，我细细讲明，老人脾胃早已被长期生冷，经加工营养品彻底损伤，体内没有一丝阳气，再好的营养进入体内，全部转化成痰湿堆积血管，加重肾脏代谢负担，长期下去肾脏持续受损。后续抽血检查报告印证判断，尿酸严重超标，肾小球过滤指标大幅下降，这就是活生生的反面案例。饮食养生从来不看营养成分表数字，核心看身体能否接纳吸收。中医理论虚不受补，脾胃虚寒状态下，大量补充蛋白质不仅无法滋养肌肉，还会生成毒素，肝脏持续解毒，肾脏不停排毒，本就亏虚的气血持续消耗，身体只会越补越衰败。这就是很多长辈常年服用各类保健品，体质反倒一日不如一日的根本原因。真正调养肌肉、强健双腿，第一步绝对不是盲目补充蛋白质，而是温养脾阳，化解体内多年痰湿，重新点燃脾胃底下的柴火。只要脾胃运化之火充足，哪怕简单一碗白饭搭配肉燥，也能完整转化成气血，滋养大腿，紧实肌肉。这才是老祖宗流传下来治本的养生正道。讲到这里，大家都会产生疑问，脾胃虚寒不能乱吃蛋白补品，高价蛋白粉、寒凉豆腐都要少吃。脾胃虚弱的长辈，菜市场哪些平价食材好消化，不加重脾胃负担，能滋养骨骼，充盈肌肉，花费还不到100元。符合标准的食材随处可见，完全不用前往高端商超，更不用购买动辄上千的进口营养品。家门口传统菜市场就是平价养生药房，承载完整天地一阳之气。今天3款100元黄金食补食材完整分享给大家。挑选滋养肌肉的食材必须满足2大硬性标准：第一，能够温补脾胃，驱散下焦寒湿；第二，属于完整天然原生食材，易消化吸收，富含天然胶质、多种氨基酸，不用精加工萃取。第一款脾肾双补食材，干煸青仁黑豆炖猪软骨。菜市场猪肉摊就能买到猪软骨，本地人也叫骨子肉，一斤价格几十元，性价比极高。西医一味推崇低脂干柴的鸡胸肉、纯里脊，完全忽略带筋、带少量油脂的软骨滋养效果。鸡胸肉质干柴筋硬，脾胃虚弱老人吃下，肠胃需要分泌大量胃酸，耗损大量脾阳才能消化，牙口不好的长辈食用更是折磨。中医取象比类，猪肉五行属水，擅长滋阴润燥，猪软骨富含天然胶原蛋白，易吸收微量元素，单用软骨滋养力度有限。老祖宗讲究食材配伍，搭配青仁黑豆，实现脾肾双补。挑选黑豆认准青仁黑豆，外皮乌黑，掰开内里豆仁青绿。黄帝内经记载，肾主骨生髓，想要四肢肌肉饱满，骨骼必须坚实有力，骨骼疏松空洞，外层肌肉必然松垮无力。黑豆黑色入肾，是补益肾气的经典食材。黑豆搭配猪软骨炖煮，中医称之为水火既济，
同步温补脾肾。炖煮关键炮制步骤一定要记牢：黑豆不能直接下锅煮，清水冲洗干净，干锅不放一滴油，小火慢慢干煸，煸炒至黑豆表皮微微开裂，浓郁豆香散发出来即可。原生黑豆药性偏凉，小火干煸等于古法炮制，把火气、阳气融入黑豆内部，药性由寒凉转为温润。西医只懂得化验食材成分，完全不懂古法炮制调和食材性味的智慧。处理好的黑豆，焯水去血沫的猪软骨，搭配几片生姜去腥散寒，全部放入砂锅，砂锅保温均匀，最适合慢炖滋补。加满清水，大火烧开，转最小火慢炖2个小时。长时间慢炖等同于借助外部炉火，提前替脾胃腐熟食材，降低肠胃消化负担。炖煮完成后，汤水乌黑浓郁，猪软骨软烂，筷子轻轻一戳就能断开，入口无需咀嚼，舌头轻轻抿动就能化开，黑豆绵密软糯。喝下这碗汤，吃下软骨黑豆，脾胃无需消耗自身元气消化，胶质、肾气养分顺着经络渗入肠胃，直达大腿、膝盖。对比蛋白粉饮用后胀气积食，这道汤喝下腹部温热舒适，全身微微发汗，代表体内经络气血疏通，气血顺畅循环，肌肉自然慢慢充盈。一锅食材成本不足100元，每周食用2到3次，坚持1个月，走路脚底生风，双腿沉重发软的情况大幅改善。讲完出肉类食补，再分享水产温补食材。第2款暖胃益气食补，麻油姜丝煎虱目鱼肚。秋刀鱼，台湾临海，水产资源丰富，西医营养师常劝说多吃鱼，鱼肉富含优质蛋白欧曼伽3，养护心血管。这个说法只讲对一半，遗漏最关键的食材性味问题。鱼类常年生活水中，水性寒凉，绝大多数鱼肉原生药性偏寒，老人脾胃本就阳气不足，长期清蒸、水煮吃鱼，持续损伤脾阳。不少长辈长期吃鱼之后大便不成形，频繁腹泻，就是脾胃受寒的信号。鱼肉蛋白细腻好吸收，完全不用忌口，只要用食材中和鱼肉自带寒气。核心调和食材就是平价生姜，中医称生姜为偶加圣药，暖胃散寒效果极强。挑选油脂丰厚的虱目鱼肚、平价秋刀鱼，不要惧怕食材自带油脂，西医过度夸大油脂危害。人体需要适量优质油脂润滑肠道，滋养五脏。长期零油脂饮食，大便干结如同羊粪，关节干涩卡顿，活动咔咔作响。烹饪并起水煮、清蒸，热锅倒入少量温补黑麻油，切足量姜丝，姜丝铺满锅底，小火煸炒至姜丝边缘金黄，辛辣香气完全释放，放入鱼肚、鱼皮炒下煎制，鱼肉油脂被逼出，融合姜丝辛温、麻油温润之气，少量米酒、淡酱油调味，盖上锅盖焖煮片刻。食用时一定要搭配吸满鱼油的姜丝一同入口，姜丝温热中和鱼肉寒凉，辛散之力打开胃气，点燃脾胃之火，吸腻鱼肉蛋白，优质油脂顺着温热之气快速转化成体内气血。早年我接诊大量骨瘦如柴，依靠拐杖行走的华人老太太，子女花费高价购买鱼油胶囊，老人服用之后反胃胃痛，我让他们全部丢弃胶囊，每日采购生姜、肥嫩鱼肚煎制食用，坚持2个月复诊，老人面色红润，大腿长出紧实肌肉，拐杖直接闲置在家。很多人询问这是什么特效偏方，实则只是遵循易经阴阳平衡、中医顺势养生的基础思路，养护好脾胃，摄入完整天然食材，身体自然生成气血，充盈肌肉。前面2款食补滋养效果出众，可部分长辈脾胃虚寒到极致，吃下肉类就腹胀反胃，软骨嚼不动，鱼肉吃不下。这个时候就要用到第3款通补兼顾的黄金食材，也是3款食补里调理痰湿最强的一味，自带疏通肠胃的力量，一边补充足量蛋白，一边清扫几十年堆积的体内痰湿，如同推土机清理淤堵垃圾，家家户户厨房都能见到，却极少有人懂得它的养生价值，就是传统古法发酵豆豉。
很多听众会提出疑问，前文讲黄豆制作的豆腐寒凉伤脾胃，豆制同样由黑豆、黄豆制作，为什么反而适合脾胃虚寒人群？核心区别在于制作工艺，这就是老祖宗调和食材性味的古法智慧。豆腐制作仅经过黄豆浸泡、打浆、点卤，全程生冷加工，保留黄豆原生寒凉属性，脾胃虚寒人群食用持续损耗脾阳。豆豉制作历经反复蒸煮、日晒发酵，也就是古法9蒸9晒工艺。蒸煮吸纳炉火阳气，白日晾晒吸收太阳纯阳之气，夜间承接露水阴润之气，历经数月发酵，彻底去除豆子内部寒气，药性转为温润，自带心散疏通之力。医圣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中，但豆豉是核心药材，擅长解表散寒、宣通郁滞，发酵豆豉浓郁香气，能够直接唤醒淤堵停滞的胃气。中医理论芳香化湿，开胃醒脾，胃口打开，津液自然源源不断生成，滋养脏腑。豆豉不能单独食用，依靠它疏通脾胃淤堵，搭配肉类蛋白，实现同步。菜市场平价带肥猪脚肉、小块猪小排都能搭配豆豉，成本不足100元。选购传统老店天然干豆豉，避开化学酱油浸泡的速成豆豉，清水简单冲洗，刀背拍碎豆豉，充分释放辛香之气，搭配蒜末、姜末，少量米酒去腥，滴几滴黑麻油拌匀，全部放入电锅，外锅加水蒸熟，开关跳起开盖，浓郁香气四散，隔壁邻居都能闻到香味。常年食欲不振、闻见肉类就恶心的长辈，闻到豆豉蒸肉的香气，立刻胃口大开，主动想要配米饭食用。豆豉温情化解肠胃寒湿，猪肉优质蛋白在疏通作用下完整吸收，没有一丝养分堆积浪费，一边疏通肠胃痰湿淤堵，一边补充滋养肌肉的蛋白，这就是中医通补养生思路。曾经接诊多位长期服用止痛药、胃部受损、完全没有食欲的老年患者，西医判定重度营养不良，建议输液补充营养。我告知家属每日蒸1小碗豆豉肉末配饭，坚持1周，老人食欲明显恢复，每餐吃下满满1碗米饭。1月之后复诊，脸颊充盈肉感，细色红润，无需搀扶自主行走。这种调养效果是高价蛋白粉永远无法达到的。3款100元平价黄金食补完整分享完毕。第1款黑豆炖猪软骨侧重补肾壮骨，第2款姜丝麻油煎鱼侧重快速温补气血，第3款豆豉蒸肉侧重开胃化湿。很多人疑惑3款食材如何搭配食用，不用每日单一食用，配套7日循环食补守则，简单好记，抄写贴在冰箱、家中墙面，日常直接照着执行。人体气血运转存在固定节律，食补不能一味硬补，需要疏通、休养交替进行。周1、周4食用黑豆猪软骨汤，一周开端与中段，优先补益肾气，坚实骨骼，骨架稳固，肌肉才有依附根基。周2、周5食用姜丝麻油煎鱼，鱼肉蛋白极易转化气血，搭配生姜温通四肢，食用后手脚持续温热，走路轻快不沉重。周3、周6更换豆豉蒸排骨、豆豉肉末，连续几日进补肉类，脾胃运化负担加重，依靠豆豉清扫肠胃堆积痰湿，重新唤醒停滞胃气。周日专门留出休养时间，停止各类肉类食补，饮食清淡简单，白饭搭配清汤青菜，烹饪加入葱姜蒜，少量猪油或黑麻油驱散食材寒凉，也可煮小米粥温和养护脾胃。中医认为脾喜休养，长期持续运化食材，脾胃机能容易罢工，周日留白休养，给脾胃足够时间自我修复运转。整套7日食补方案，进补、疏通、休养循环搭配，契合易经阴阳消长、动静平衡的规律。家中高价保健品可以全部停用，每月几百元菜钱，坚持调理2到3个月，大腿松垮，肌肉逐步紧实，爬楼不再气喘腿软。掌握食补方法不代表万事大吉，很多长辈一边坚持温补食疗，一边日常习惯持续损耗自身阳气，好比一边忙水缸蓄水，水缸底部持续破损漏水，
再优质的食补也无法留住气血，依旧肌肉流失，推脚无力，严重只能依靠轮椅度日。接下来分享3大损耗气血的败家禁忌，绝大多数长辈每日都在触犯，自己却浑然不觉。第一大败家禁忌，常年摄入冰水、生冷寒凉瓜果。不少长辈自以为养生，日常只喝温水，却忽略冰箱取出的食物，寒性瓜果同样损伤脾阳。前一日刚吃完温热姜丝煎鱼，脾胃阳气充盈，第二日吃下冰镇西瓜、火龙果、奇异果、生冷沙拉，或是冰茶饮，一口寒凉入腹，瞬间浇灭脾胃刚升起的阳气。《黄帝内经》明确记载，形寒饮冷损伤脾胃肺气，人体胃部需要维持37度左右恒温，0度、10度的生冷食物进入肠胃，身体必须抽调全身阳气，包含四肢肌肉存储的阳气，加热寒凉食物至体温，长期如此持续透支自身本源生命力。脾阳受损，摄入的全部蛋白无法转化滋养肌肉，直接堆积生成痰湿。很多人食疗、中药调理无效，根源就是频繁摄入生冷，亲手掐断身体生机。从今日起，冰箱取出的食物必须充分回温，加热之后再食用，杜绝一切生冷直接入口。第二大败家禁忌，长期躲在空调房，刻意规避日晒。如今生活条件优越，阳光稍强，长辈就紧闭门窗吹冷气，出门帽子、袖套、遮阳伞全副武装，生怕晒飞晒伤。这种行为持续损耗一身阳气。西医经指出，缺少日晒、缺乏维生素 D， 诱发骨质疏松，只看到表层问题。中医视角人体背部督脉为阳脉之海，管控全身阳气运转。太阳是天地间纯阳之气来源，老年人体内阳气本就日渐衰减，不主动借助日光补充阳气，反而隔绝阳光，督脉常年寒凉，阳气无法输送至四肢，双腿自然酸软无力。相较常年务农的高龄老农，80岁依旧下地劳作，根源就是每日后背直面阳光劳作，太阳纯阳之气顺着督脉灌注全身。调养肌肉不能只依靠饮食，每日上午9点至10点，下午4点至5点，阳光柔和不毒辣，前往公园背对太阳晒后背20分钟，借助天地阳气滋养自身，不用花费1分钱，是免费顶级补药。长期拒绝日晒，再好的食补也无法挽救双腿衰败。第三大败家禁忌，过度依赖西医，长期服用止痛药、肌肉松弛剂，这是3大禁忌里损伤最重的一条。常被膝盖酸痛、腰腿僵硬，第一时间前往骨科就诊，医生开具消炎止痛药、肌肉松弛剂，服药半小时痛感消失。大家误以为西药效果绝佳，实则只是掩耳盗铃。身体产生痛感是气血淤堵、经络不通发出的预警信号，止痛药相当于直接剪断警报线路，痛感暂时消失，肌肉、关节内部淤堵、衰败持续加重。更深层损伤在于肝肾，中医讲肝主筋，肾主骨，肌肉弹性、骨骼坚实全部依靠肝肾滋养。化学合成止痛药、松弛剂存在毒素，进入体内首先损伤肝脏、肾脏，为短暂缓解疼痛，直接损伤掌控筋骨的2大脏器，等同于饮鸩止渴。越依赖止痛药物，肝肾机能越衰败，肌肉流失速度加快，关节退化严重，最终双腿彻底失去行动能力，终身依靠轮椅。今天直白严厉地跟诸位讲清这些隐患，实在不忍心看着大家辛苦操劳半生，晚年本该安稳享福，却被错误养生观念拖垮身体。一旦双腿无力，滑倒骨折卧床，吃喝起居全部依靠子女照料，晚辈需要放下工作贴身看护，或是花费高额费用聘请护工，常被内心煎熬，家人身心俱疲。真正的健康依靠传统养生智慧，而非高价保健品。养好脾胃为本，坚持平价菜市场食补7日循环，戒除3大耗损阳气的日常禁忌，长久坚持气血稳步充盈，双腿重新恢复力量。这不是天降奇迹，只是让人体回归自然阴阳运转的本源规律。
今天分享的整套调理思路，不求诸位点赞追捧，只希望大家认真记在心里，切实落实到日常三餐与作息。如果你觉得这套方法真实有用，能够帮助自己、家中父母摆脱肌少症困扰，一定要转发分享给身边长辈。评论区统一留下12字留言，感恩先贤，阖家平安，健步如飞。中医讲究善念共振，所有人心中种下健康强壮的念想，汇聚纯阳之气，护佑全家，人人腿脚硬朗，无病无灾，安稳活到天年。